杀猪匠每次杀猪前，先在灶台上点上3炷香，香烧完，赶猪上凳动刀，香若熄灭，收拾香头走人，40年如一日。那今天我给你讲的就是杀猪匠的故事。从我记事儿开始啊，我的记忆力就存在着一个特别佩服的人，那是我二爷。我觉得呀，他这一生比起现在乏味的生活要精彩得多。听我家里人讲，我二爷从小就身体倍儿棒，为人老实，喜欢去帮助别人。这周围团转的邻里乡亲都喜欢他，甚至有些人家里有姑娘的都来我二爷家串门，说白了是来相亲的。这二爷家里人也因此高兴得不得了，脸上面子也添了不少。我二爷呢，18岁就结了婚了，娶了我们村里那时候村长的女儿，两家人都高兴得不得了，在村里人眼里也是金童玉女。但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我二爷在结婚入完洞房的第2天早上，大家伙都忙着准备早饭，就听见这新娘子在房外大喊大叫：“人疯了，跑了，快来找人呐！”这大家伙就急忙过去问是咋了。新娘子边哭边说说昨晚这我二爷喝多了，他扶着我二爷回到房间睡下，结果刚睡下没一会儿，这我二爷就说要上个厕所，就出去了。他当时也没有太在意，毕竟上个厕所很正常的嘛。这里要说一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农村待过，我们老家农村厕所就是挖的一个坑，而且家家都是修在猪圈旁的，坑满了就掏粪去农里灌溉。可是等了快1个钟头了，都没见我二爷回去，就想着他是不是哪里不舒服，或者喝多了晕倒在地上了。这新娘子就出门找他，结果到了厕所，看见他笔直的站在厕所那儿，一动不动的看着面前的猪圈。这新娘子觉得奇怪，就叫他2声。我二爷听到声音转过头，也没有回答，就慢悠悠的走过来。当时新娘子没多想，就以为他喝多了头晕，就扶着他回到房间里休息。结果躺下没一会儿，就听到他嘀嘀咕咕的不知道在说啥，边说还边小声的哭着。这新娘子当时以为他喝多了睡觉会说梦话，加上太困就没在意这些，就睡着了。可是他刚睡着一会儿就被吵醒了，就见到我二爷从床上蹦起来，衣服脱个精光，趴在地上就跑了出去了。那样子根本不像一个人，叫他都没反应。这新娘子急忙穿好衣服就出来叫人帮忙了。大家伙一听顿时炸开锅了，都通知村里人赶紧四处找人。可是找了一天找遍了村里所有的地方，就是不见我二爷的踪影。到了傍晚大家伙都回来聚在一起开始思考，这好端端的人怎么就突然找不到了呢？这时候有人就说了，会不会被不干净的东西缠上了，所以才会发疯一样到处跑？还有人说这光着身子到处跑，万一碰到豺狼啥的，那可咋整啊？大家七嘴八舌的说着。新娘子听到这些哭得更凶了。这双方家里就商量了半天，最后还是决定联系隔壁村的人在一起找吧。这大晚上的人少了，出去找的话也不太安全。就这样，大家伙开始3、5成群的出发，通知隔壁村的人一起帮忙。可是找了整整1宿，大家伙还是无功而返。这天亮就都返回来了。
就在大家都觉得没啥希望找到人的时候，一个老头，没有头发，胡子拉碴的，穿着个背心，光着脚，身后还用一根绳子拴着一头猪，猪身上还捆着一把刀，一个磨刀石，一捆香。就这样一人一猪，不紧不慢地走到大伙面前。众人呢都看向这老头和那猪。这猪很奇怪，一般的猪都是一个鼻子长长的，这猪奇怪，没有鼻子似的，基本上就是平的了。而且最令人疑惑的是，这猪的眼睛给人的感觉就不像是猪的眼睛了，很有神，就跟人的眼睛一样。众人还没有说话，那老头先开口说了，问大家伙：大家谁家有没有猪圈借用一下？我的猪跟我走了10几里路了，想休息一下。这话一出就有人不耐烦了。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自己站出来说道：你是做啥的呀？没看见我们正忙着呀？等我们忙完再说啊！你先自己在院子里待会儿。那老头拿出烟卷说：我是个杀猪的，我知道你们在忙啥，我能帮你们。这话一出所有人都睁大了眼睛看着这老头。这时我二爷的父亲就问了一句：老师傅，你知道我们要干嘛？那老头呢扒打2卷烟说道：你们不就是找人吗？事情不难，我能帮你们，但有个要求。这话一说，所有人都惊讶地看着这老头，纷纷猜测这老头到底是啥来历呀？咋会知道我们要找人呢？二爷的父亲就说了：只要你能帮我们找到人，不管啥要求，我们都答应你。这话在后来二爷知道后欲哭无泪，啥都敢答应。那老头呢掐灭烟卷，直起身子说：好，就这么说定了，你们现在都回去。今天太阳下山后，主人家把自己家猪圈门口插上3炷香，还有准备一大堆猪食，猪食越多越好，气味越大越好。但除了这个要找的人的父母外，其他人不准出来看，都各自回家待着。说完呢，我二爷的父亲就安排大家各自回去了，也叫新娘和她家里人都回去休息，毕竟都忙累了。这时间呢过得很快，太阳下山的时刻，二爷的父亲就按照老头说的话，把香和猪食都准备好了。二爷的父母看老头还在抽烟卷，就先问起了心中的疑惑：老师傅，我家猪圈是空着的，今年的猪刚杀了没几天，都还没买，这样做是为何呀？那老头不紧不慢地回答道：有些时候，有些东西不一定看不到，就代表它不存在。这话让二爷的父母听愣了。老头接着说：你们杀自家的猪的时候，有没有发现猪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二爷的父亲回答：没有我们村杀猪都是请村上的牛老二来杀的。再说了，我们自己的猪养了1年到头了，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我们肯定知道这时候二爷的母亲说话了：不对，你还记得牛老二杀猪的时候，我们看到的猪的脚吗？有一个猪蹄子有5个猪脚趾，我记得好像是后猪蹄子。话刚说完呢，那老头就接上话了：对
问题就在这儿，这是五指猪，正常猪都是4指，只有人死后投胎投错了，投到了猪胎，才会有5指。虽然这种事情很少发生，但就跟人走路一样，你明明走的是平坦的路，也会偶尔摔一跤，只是几率小罢了。而你们家的5指猪本身就是因为投错胎从人变成了猪，现在又被你们拿去叫屠夫宰了，他自然就不甘心，怨气重，就来报复一下你们。听完这些，二爷父母浑身鸡皮疙瘩，他们又问道：那不对呀，按理说杀猪的人是屠夫，这猪要报复也应该报复屠夫啊，我们养他那么久，怎么就报复我们了？老头笑着说：他倒是想报复屠夫，他敢吗？屠夫本身杀气就重，他连半步都近不了身。说完呢，这二人恍然大悟，而老头抬头看天呢，感觉差不多了，拿起他的磨刀石和刀，让二爷的父母走前面，他跟后面，朝猪圈走去。按老头的吩咐，他俩先假装叫着哟吼哟吼喂猪，老头子把刀放在背后，在后面跟着。这不一会儿，就看到一个光着身子爬着地的人，跟猪一样用鼻子到处嗅着，一边慢慢爬到猪圈。这人呢，就是我二爷。就在我二爷靠近猪食准备吃的时候，那老头大步上前，拿出刀喊道：哈哈，今晚有肉吃了，给你准备的最后一顿，你吃完我就好吃你了。二爷看见刀，立马吓得想跑，可此时猪圈门早就关上了。那老头笑着走到我二爷的旁边，拿出磨刀石，直接一石头砸在二爷的后脑门，人直接砸晕了。再把二爷的嘴掰开，用刀轻轻地划了一道口子，同时又在二爷的后脚上划了一道刀口，顿时黑血涌出。老头做完这些，就叫二爷的父母把人抬回房间里，好好的洗洗休息。他自己呢，又拿出了3根香，点燃放在猪圈门口，嘴里还一直叨叨着不懂的话。这所有事情做完，老头呢就跟二爷的父母说：好了，已经没事了，人现在找到，明天就会醒，醒了给他吃点好的，多补补身子，毕竟这玩意儿怨气重，缠住的人很伤身子。二爷父母听到没事了，连忙一个劲儿的道谢，还要给老头东西作为感谢，不过老头却没要。他说：还记得白天你答应我的吧？既然你说了什么都能答应，那我可提了。二爷父亲一听这话，也不好意思反悔，说道：老师傅，只要是我能做到的，我们家能拿出来的，你随便提。老头说：行，让你们儿子醒了当我的学徒咋样？这话一说，二爷的母亲呢就不高兴了，他说道：这咋行啊，我们孩子年纪轻轻的，什么手艺不能学呀，总不能让他一辈子去杀猪吧？老师傅，你能换个要求吗？二爷的父亲呢没说话，不知道在想啥。老头又说：我不是随随便便招学徒的，跟你们说个实话，我杀了几十年的猪了，我知道自己手上杀气太重，加上身体越来越差了，自己的报应就快来了。
所以我打算给自己剩下的日子积点德，免得人死了下去还要受罪。二爷的母亲呢，听到这话更急了。那你要我孩子也遭报应啊？你不能这样，你可以找其他人做你的徒弟。这时啊，二爷的父亲说话了：行了，我答应你了，他醒了我就让他拜你为师。老头听到这话呀，顿时笑得脸上乐开了花了。好，嘿，老弟，男子汉大丈夫，说到做到，是真男人。二爷的父亲呢，接着又说：但是我有个要求，在我孩子还没有生子之前，他不会去杀一头猪。这个要求啊，老头一口答应了。这两人就称兄道弟的去喝酒去了。而二爷的母亲呢，则心痛万分，毕竟自己的孩子想着以后啊会一身的杀气，甚至会遭报应，难免不心疼。不过呀，也不想去争论什么了，至少啊现在人还活着。第二天呢，二爷果然就醒了，按之前说的也拜了老头为师。虽然他自己心里不情愿，但也不敢说啥。后来二爷有了自己的孩子后，便开始了自己的行业。一开始呢，他还很难接受，因为规矩多，每次杀猪前都要先在猪圈门口点上3炷香，香烧完才能杀，香若断了或者熄灭，则不能杀。据二爷自己说呀，这个规矩是历代杀猪匠定下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分辨呢，这猪到底是猪还是其他东西。而且他还说，觉得每次杀完猪都会梦到猪在咬他，但后来慢慢习惯了，也就不怕了。甚至有次杀完猪，跟人家喝酒喝到晚上2点，一个人回家，晕晕乎乎的走到坟地，还以为到家门口了，就在坟地上啊睡了一晚上。这就是一个杀猪匠所经历的真实的事迹。今天呢，给大家讲一个农村鬼事。这山村里啊，稀稀拉拉的炮声不绝于耳，这就代表着呀，年关将至，快过春节了。人们都在为过年做着准备，各家各户办年货，杀猪宰羊，贴春联迎财神，处处都显出浓浓的年味儿。我家呢养了一口大肥猪，200多斤，这在农村呢算是大猪了。因为村里人口少，乡亲们之间呢比较熟悉，关系也比较融洽，所以呢，大凡哪家杀猪的话，都会顺便请村里的人吃杀猪菜的。今天呢，正好是我家杀猪的日子，一大早刘五爷就过来了，也跟着家里人忙前忙后。至于这顿杀猪菜和烧酒，是少不了他的。来到了下午，大家酒足饭饱之后，各自散去了。刘五爷今儿高兴，喝得晕晕乎乎的，也回到他家里。因为是光棍儿，所以自然呢，他家里也是比较简陋的，就是一间破瓦房，这墙围子还是用夯土砌的。当时村里其他人家呢，基本上都用上砖了。进屋就有一个灶台，连通着一铺火炕，一个暗红色的柜子摆在地上。这剩下的呢，都是些锅碗瓢盆的简单摆设。我正在家里帮忙收拾东西，母亲这时喊我：这今天剩下不少杀猪菜呢，给你刘五爷送去点儿，要不咱家也吃不完。我是因为平时呢经常听五爷讲故事，所以跟他关系不错，赶忙说：好嘞，都盛好了，我这就过去。这个时候呢，已经是傍晚了，村里已经零零星星的亮起了电灯了。我端着母亲盛好的一大碗杀猪菜，直奔刘五爷家里。到了这刘五爷的房子前，屋里没有开灯，想必是五爷今天喝了几杯，
肯定是睡觉呢。我轻轻地敲了敲木门，喊了声五爷，没动静。接着又喊了2遍，还是没动静。这心想睡得还挺死，接着呀，我就提高嗓门大喊了一声五爷。这时啊，这屋里才传出来一阵轻咳，接着呀，就看到屋里的灯亮了起来，随后应了一声进屋吧，快进屋。我推开门走进屋，一看五爷披着他的破夹袄，半依偎在火炕的被垛上，炕上的火盆里了，炭火烧得挺旺的。刘五爷见我进来，赶忙招手让我挨着火盆坐下。这我随手把那碗杀猪菜呢放到锅台上，就坐到火盆边上。五爷点起烟袋，对我笑了笑说：小子，又让你拿来这么多，你看我这连吃带拿的都不好意思了。客气啥呀，反正家里也吃不了，您别嫌弃就行。然后呢，我接着又说：五爷，刚才是不是睡时了？喊了你好几遍都没搭茬。五爷呢摇了摇头说道：哎呀，我早就醒了，没看火炕都烧完了，要不哪来这火盆啊？我更诧异了，那合着您是听到了故意不搭腔呗？要说故意也可以这么说，但是呢，我有不搭腔的理由。听五爷这么一说，我更加好奇了，就说道：那这是为啥呢？五爷的话匣子打开了，说道：咱们这样的山村本来人烟就稀少，所以经常发生一些稀奇古怪的事儿。特别是到了下午，这太阳一下山，由于没有了阳光的照射，阴气这时就会上升了，所以好多鬼怪都会出来乱窜。这人要是年轻力壮，活力旺盛的话还没关系，就算遇到了，这些鬼怪都会绕开你。要是那些年老体衰或者身体虚弱的人，就很容易撞见了。因为这样的人身体阳气不旺，鬼怪很容易上身。说着呢，就吸了一口旱烟，接着又说道：就说我吧，毕竟岁数大了，对这方面需更加谨慎。特别是晚上有人喊你的话，不能轻易回答，除非过了3声之后，如果还在喊你，就可以答应了。我听着呢，更加的诧异了，就问道：这为啥等到喊完3声之后再答应呢？五爷顿了顿，语气肯定地说：因为鬼叫人是不会超过3声的。那如果要是一不小心先答应了会咋样啊？那呀，就犯了大忌，闹不好会发生很多怪事儿。五爷呢，把烟斗在火盆边上敲了敲，接着五爷就说起了一件事儿。这故事呢，发生在邻村，距离现在已经好多个年头了，当时五爷还年轻。这个邻村呢，就在我们村的上边，相距2里多地。这个村子叫钱营子，村子跟我们村子的规模相当，50几户人家。一进村的第一户姓梁，这梁家在过去可是大户人家，慢慢的随着时代发展，到了这一代已经落魄了。现在只剩下哥俩，老大叫梁东，老二叫梁北。这老大40多岁了，至今没有娶妻生子，也是光棍一个。平时村里人呢，都叫他梁大。老二还不错，娶了一房媳妇儿，家里还有个孩子，10多岁的样子。这父母去世的早，哥俩相依为命到现在，感情也是不错，所以呢，一直没有分家。倒是还生活在一起。平时梁大自己一个人住东屋，
而梁二一家呢，住在西屋，靠着几亩耕地，日子过得平淡，但也算安稳。话说呀，那是一年的春节，家家喜庆祥和，转眼来到了大年30，整整下了1天的大雪。这雪停之后，时间也到了晚上了。在山村有熬年夜的这种说法，就是每到了年30的晚上，这每一家无论男女老少都要熬夜不睡觉。因为家家户户熬夜，所以呀，这村里的人呢就会相互串门，或者几个人凑在一起打打牌，消磨时间。又赶上这一年30晚上下大雪，这属于吉兆啊。正所谓瑞雪兆丰年，预示着这一年风调雨顺，所以这家家户户都很热闹。梁大属于闲不住的人，又赶上年30晚上，所以早早的吃完饭就去村里别人家串门了。平时呢，因为一个人无拘无束，也喜欢玩几把小牌，虽然爱玩，但是经济条件摆在那儿呢，根本没有什么余钱，所以别人玩，他只能扒拉在旁边啊，眼瞅着跟着别人瞎热闹。这时间来到晚上10点多钟，这时梁大突然觉得这心里犯突突，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浑身的不舒服，所以啊，就离开了赌局。别人还很奇怪呢，这梁大今天是怎么了？以往赌局不散，他是不离场的，而今天怎么这么早就离开了呢？梁大出了赌局，就直接回家里了。此时也快进了午夜了，梁二一家3口没有出门，在西屋里看着电视节目。梁大自己回到东屋里头，就合衣躺进被窝了。梁二在西屋呢，也很纳闷，心想今天大哥是怎么了，回来这么早。往下呢也没有仔细想，就继续看电视了。此时的时间呢，就到了12点了，也就是午夜时分。家里墙上挂着一只老一代留下的钟表，当当当响了12下。又过了一会儿，就听到梁大的屋里有动静，因为是东西屋，所以听得呀比较真切。接着就听到外面开门的声音，这因为是木头门，所以每次开门都会发出轻轻的咯吱声。梁二知道是大哥出去了，心里想肯定是起来上厕所去了，也没在意。这梁二呢，就一直聚精会神的在看电视。时间过去了大半个时辰，怎么没听到这开门进屋的声音呢？难道大哥睡不着，又起来去串门了？这些疑问始终绕在梁二的脑海里。梁二又一想，是不是大哥上完厕所早已经回屋里了，没有关外面的木门呢？所以啊，就从火炕上下来，披上大袄，穿上棉鞋，从自己屋里出来了。来到外间一看，门关得很严实，梁二就顺便走向东屋。来到东屋以后呢，梁二打开灯，只见火炕上铺着一床棉被，棉被的最上面压着一件大袄，梁二认得这是大哥平时穿的大棉袄。再往地上一看，梁大那双大头棉鞋规整的摆在地上。这时啊，梁二就犯迷糊了，心想这人要是出去了，天气这么冷，肯定得穿大棉袄和棉鞋呀。如果没出去，那人在哪里呢？越想越觉得不对劲，赶紧把衣服穿好，就往屋外走。这因为是年30，每家每户呢都长夜亮着灯，这是过年的习俗，梁二家也不例外。在外屋门的这个房檐下亮着一个灯泡，所以呢，整个院子都是亮堂的。这梁二家呀，也是标准的农村3间瓦房，这院墙是石头堆砌而成的，大门口是一扇小铁门。由于是村子的第1户人家，往南的是一片耕地，冬天的地里没有庄稼，被雪覆盖着，远远的望去呢，
白茫茫的一片，再往远处就是村里的南山了，而出了大门往北去就是直通村里的小路。这时梁二已经来到大门口，往北边的小路看去，因为是雪后的路，被杂七杂八的脚印覆盖着，已经分不清是谁走过。梁二借着黄昏昏的院灯往南边的大地看去，只见一串独立的脚印顺着大地往南而去。蹲下来仔细观察脚印，发现呢，这样的脚印明显是光着脚的，根本没有穿鞋子。看到这儿，梁二背后一阵发凉，联想到大哥的棉鞋还在屋里头，就觉得事情越来越严重了。说着赶紧往屋里跑，大声喊道：“媳妇儿，赶紧穿衣服起来，去街里喊人，咱大哥不见了。”梁二媳妇儿呢，虽然没有搞清楚怎么回事，但看到梁二着急的样子，赶紧穿好衣服就去村里喊人了。这不大一会儿功夫，梁二家门前就聚集了一些人，都是村里人闻讯赶来的。梁二把具体的情况呢，向大家做了简单的介绍，然后众人带着手电筒就跟随着那串脚印往南山走去了。也庆幸是下了场大雪，地上的脚印清晰可见。大家顺着脚印穿过大地，来到南山脚下。南山脚下有一片松林，而松林的下面呢，就是梁家的祖坟的所在地，而那串脚印就直奔祖坟去了。众人都是心惊胆战地跟着梁二，这说话间就来到祖坟这里。大家拿着手电筒向坟地里四处晃了一晃，这一晃不要紧，只见在坟头的正前方直挺挺地躺着一个人，浑身一丝不挂，而他的周围呢，已经没有一点血了，就像被人清扫了一般。众人心里一惊，赶忙跟上去。这梁二呢，把手电筒往这个脸上一晃，果然是梁大。此时呢，已经昏迷过去了。梁二着急把自己的大袄赶紧脱下，盖在梁大的身上，一把把他抱在怀里。接着大家的手电一看，只见梁大的鼻孔、嘴巴甚至耳朵里全部都塞进了沙土，而梁大呢，脸色铁青，这个眼睛紧闭着。众人一摸梁大的胸口，心跳还在，所以呢，众人赶紧找树枝把这个鼻孔和嘴巴里的沙子掏了出来。等掏干净以后，只见梁大深深地喘了一口气，但还是处在昏迷状态。紧接着呢，众人七手八脚的把梁大抬回家了。到家以后，又是放到土炕上暖身子，又是灌姜水，一顿折腾，梁大终于缓过来，慢慢的也清醒过来了。这梁二坐在炕边就说：“大哥，你这是咋了呀？”梁大缓了缓神，就跟大家说起来。当时从赌局出来，梁大就觉得不舒服，就脱了大袄钻进了被窝，以为是最近熬夜熬的，睡一觉就好了。这迷迷糊糊之中呢，不知道睡了多久，就听到院子里有个女人的声音在喊他：“梁大，梁大，梁大。”声音渐弱，夹杂着尾音，不过听得很清晰。梁大迷迷糊糊的就哎了一声，紧接着梁大的身子就不由自主的起来了，跟着这个声音来到院子里，往大门口一看，就看到他母亲呢站在那里向他招手。随后梁大就跟着母亲一路走，也说不上自己是真实的还是梦里，总之就是一路跟随着。慢慢的就看到前边有一户人家亮着微弱的光，他的母亲呢就把他领进了屋里，进屋对梁大说：“孩子，这就是咱家，你看你爸也在呢。”梁大就看到一个老头背对着他坐在一个凳子上，始终没有回头，但是看背影呢，梁大认出来这就是他父亲生前的样子。接着这老婆就说了：“
儿啊，你是不是饿了？家里有饭菜，你吃点吧。然后呢，就端上了一盘菜和一碗米饭。梁大本身不饿，但身体呢却不听使唤似的，拿起那碗米饭就吃了起来，而且还是狼吞虎咽的，一会儿就吃完了。接着他母亲又端上了一碗，让梁大无论如何也要吃完。这梁大不由分说的又端起来吃，就这样也不知道吃了多少，迷迷糊糊中就觉得有人把自己抱了起来。当一切清醒之后，已经在自己家的炕上了。这五爷讲完这些，天已经黑透了，我还深陷在故事的情景里面不能自拔。五爷，那这个梁大最后咋样了？五爷听我问他就说，哎呀，时间太长，不记得了，只知道那个梁大活了没几年，就在他家祖坟边上的松树上上吊死了。从那以后呢，只要是晚上别人叫我的名字，我从来都是过了3声之后再去答应的，一直如此。真的害怕哪一天不小心答应了，结果……那么你有午夜被人叫名字的经历吗？今天给大家讲的是死去的儿子回来了。这清水河附近的几个村人都知道老贾两口子命苦。老贾呢是个屠夫，长得5大3粗的，天然一脸络腮胡，看起来凶神恶煞，小孩们呢都不敢靠近他。其实老贾是个大善人，平时剁下来那些这个扎骨头，攒下来都喂野狗们吃了，看见乞丐就施舍点这个米粮什么的。这每回杀猪前必念阿弥陀佛，杀生乃是俺的谋生之道，菩萨莫怪。他媳妇儿呢，翠凤也是个贤德良善的人，多少年村里没给人红过脸。村里老娘们儿有时候为了这一点鸡毛蒜皮的这个唾沫就骂人，翠凤从来不，她跟谁都和气，笑眯眯的。偏偏就是这两口子，老天爷格外的薄待，惨的连村东头的瞎眼的李四婆提起来就叹，可怜的娃。这老贾跟翠凤是1988年结的婚，第2年呢生的儿子贾小军。这贾小军是个特别调皮活泼的小子，长到13、14岁，这个子就跟他爹一样高了，是村里的一帮小子的头，上房揭瓦，下河捉虾，地里偷黄瓜偷苞米，啥都干。2002年那年夏天呢，雨水多，清水河涨了水，好些人都不敢下河游泳了，贾小军却不怕，仗着水性好，照游不误。那天这翠凤在地里拔豆子，有人冲他喊，小军妈，你家小军出事了，快去后河滩子瞧瞧吧。这翠凤跌跌撞撞跑到河滩上，老远就看见这乌泱乌泱的人围着，他拨开人群，就看见自己儿子躺在地上，手一哆嗦，没气儿了。翠凤当场栽倒在地上。生小军的时候呢，计划生育特别严，他们两口子就这么一个宝贝蛋子，这一下子出了这样的事儿，老贾觉得天都塌了。儿子没了怎么办呢？只能再生了。可翠凤已经36岁了，去镇上的计生办取了还，1、2年过去了还没动静。老贾美美的一脸愁苦的吸着烟，这地是块荒地撅起屁股撒多少种子都不好使。翠凤呢也不知道去了多少医院开了多少药，又不知呢找了多少的老中医扎了多少针，这扬的土的办法都用了，终于在40岁这年怀上了。这怀孕的时候，翠凤挺着肚子在村里溜达，小猫小狗都跟她特别的亲热，围着她，在她身上蹭来蹭去的。翠凤不知道是啥缘故，在心底暗暗呐喊。
到了2006年底，翠凤生了个粉雕玉琢的女娃，见过的人呢都说可爱。老贾两口子都是小眼睛，这女娃却是大大的眼睛，直瞪瞪地看着人，仿佛要看进人心里去。翠凤的婆婆说：“咦，这小妮子咋看着不对劲儿呢？”翠凤不高兴了，以为婆婆呢是重男轻女的思想在作祟。她人到中年，好不容易喜的闺女，恨不得爱在心尖尖上，哪容易别人说半个不好听的字啊？这翠凤就冷冷地说：“妈，咋不对劲儿啊？我看这丫头福相是长命100岁的福相。”这老贾两口子疼闺女疼的哟，这闺女都好几岁了，上街总骑在她爸爸脖子上。翠凤给闺女做的小衣服小鞋子特精致，把闺女打扮的呀越发好看。翠凤逢人就说：“闺女啊是妈的棉袄，我呀以后老了就指望闺女的福呢。”可闺女4岁那年，竟让一粒花生米卡住了喉咙，顺不过气来，窒息了。这翠凤眼睁睁地看着闺女的小脸变得青紫，到最后断了气儿。她抱着闺女幼小的身体，眼神发愣。这厄运又一次降临到她的身上了，她不敢相信，也不能接受这个事实。连续1天1夜，她抱着孩子不撒手，家里围着呀干着急。1天1夜后，翠凤像是醒悟了，明白了。她跟家人一起忙活着，把闺女埋了，站在坟地里叹口气说：“我这双儿女是来讨债的呀。”有一回，这村里来了一个算命先生，一眼看在这个翠凤身上，眼睛挪不开了，非要给这个翠凤算一卦。算命的说：“大嫂，您运气好啊。”这话一说出来，大伙都嫌弃地看着他。翠凤可是出了名的命苦，先后死了1双儿女，这如何能算得半点命好呢？想必啊是这算命的为了兜揽生意满嘴胡说的。翠凤扭头就走了，这算命的一把拉住他，说：“这个大嫂，您莫慌，您命中有贵子。”贵子？这翠凤就想，我都45了，上哪生贵子？翠凤有些恼了。算命的卖了个关子，他说：“大嫂，我这儿串了好几个村子，渴了，我看大嫂您面善，跟您有缘，到您家里喝口水成吗？”这翠凤的心善，看她嘴唇呢都起了白色的干皮子，模样呢甚是可怜。虽然满嘴跑火车，但还是把她请到自家大院里，给她烧了个这个蛋花汤。算命的吃完喝完一抹嘴，说：“大嫂，我知道您失了1子1女，我掐指一算，您和当家的手下这个冤死业障，才惹了这个怨灵报复。你呀，吃饱了就走吧，别故弄玄虚的。这10里8村都知道我家的事儿，稍微一打听就知道了，你别胡咧咧了。依你说，这天底下屠户多，为啥只报复我一家呢？”崔凤就说道。这算命的呀叹了一口气说：“哎呀，大嫂，您怎么就不信呢？我自小开天眼，知道这许多人间因果之事，您家这段孽缘，且听我细细说来。大嫂，这天底下屠户是多，有的人是祖传家业，有的人是生活所迫。都说屠夫有果报，实则不然。佛祖都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杀猪供人果腹，无错。您家大哥手底下的怨死业障，与屠猪并无关系。实则是20年前，他从山上捉了一只灵猴，拿到城里卖掉。这算命的看着翠凤，您可知猴子下场如何？这时呢，翠凤想起来了，
是有这么回事儿。1998年老贾娶她的时候，他爹非要600块钱彩礼，他借遍了所有认识的人，还差300，实在没办法，老贾想起这清水河一带呀，山上的灵猴，他上山蹲了个把月，终于捉到一只，最后呢拿去卖了，正好换了300块钱，老贾这才顺顺当当娶了翠凤了。这算命的看着翠凤的眼睛说道：您可知那只猴子被卖进饭店后，被生食猴脑将这个猴头骨击出洞，再淋上热油，用银勺挖出脑髓，那灵猴尚未死去，哀嚎之声撕心裂肺。翠凤打了个寒颤。这算命的继续说：那灵猴在山上本快活无拘，因为您家大哥才遭此大劫，他怨念深重，托生您腹中，让您抚养14载，再受丧子之痛。翠凤啊的一声，眼泪就流了下来了。那我的女儿是怎么回事？算命先生呢摇摇头看着翠凤：大嫂，您不记得了吗？那一年您儿子小学生初中考试，他养了一只白猫，整日跟他戏耍，不做功课。您为了惩罚儿子，把猫抢过来扔过院墙那边，可您不知道院墙那边放了几个老鼠夹，那只猫被困住，生生饿死。您只顾教育您的儿子，却罔顾了一条无辜的生命。翠凤突然想起女儿那双大眼睛，确实如猫一般。算命的说：大嫂，您为母至慈，他得您真爱几年，猝然去了，他报了仇，却念您的恩。这人世间恩怨繁杂，因果循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说您将得贵子是……此时翠凤对眼前的算命先生啊，已经是全然大变了，恭恭敬敬地说：先生请讲。算命先生却止住了口，笑了笑，大步走出了门去了。这翠凤追了上去，却连人影都不见了。过了半年，翠凤回娘家的路上，听见微弱的哭声，拿目光四处探寻，看到一个小篮子。这翠凤大步上前去，见篮子里有一个婴儿，是个男婴，长得白白胖胖的，挺可爱的。翠凤想，这么好的一个孩子，谁家会扔掉呢？她拾起篮子，娘家也不去了，急匆匆的赶回家跟老贾商量。这路径小卖部呢，还不忘买奶粉冲给孩子喝。老贾从街上回来，看见孩子吓了一跳：哪儿来的孩子？翠凤如实跟他说了。老贾说：这个我前一阵倒听说一件事儿，在这清水河传的是沸沸扬扬的。这上河沿一户姓李的，家里挺有钱的，闺女在县城上高中，不知怎么的被搞大了肚子，还不知道惹祸的男人是谁。这姑娘啊，因为这事儿连高考也不参加了，休学在家。这翠凤琢磨，这倒是了，这孩子多半是李家的。没过多久，听说李家为了避嫌言，举家外迁了。翠凤的一颗心呢，也就放下来了。那李家姑娘想必是要斩断过往，重新开始的。孩子生了，重新再去复读，参加高考，未来还有大好的前程。这孩子呢，确实是他的负累。对翠凤和老贾来说，这孩子却是上天的莫大恩赐了，慰藉了中年膝下无子的荒凉，慰藉了许多年的孤独日子。孩子取名叫贾慈，怀一颗善良慈悲之心，踏踏实实做人。如今贾慈10岁了，长得虎头虎脑，特别聪明，还代表村里去学校参加县城的作文比赛，得了第1名。这贾慈品行也好，
对老贾两口子呀也敬爱有加，孝顺极了。据说翠凤脊椎不好，下次经常给他按摩捶背。老贾上了年纪，不再干那屠猪的营生了，两口在村里开了个小卖部，安然度日。这不能大富大贵，但小康有余。村里人都说这老贾和翠凤老来有靠了。好了，这就是我为你讲的死去的儿子回来了。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午夜惊魂。这个世界上真的有鬼魂的存在吗？或许谁都无法解释这个问题，但我相信是有的。因为他们呢，总是在某个地方某个时间不经意的用某种方式提醒我们他的存在。那是在87年一个下着大雪的冬天。这年的冬天呢，好像格外的冷，彻骨的寒冷让每个人都只是希望能够躲在被窝里或者火炉边。在这个偏僻的小镇上，再好的歌舞团出来演出也勾不起人的欲望。看着剧院里寥寥无几的人时，团长不禁有些恼火，他娘的，这种鬼天气！娟子呢，披着一件厚袄出来，一边用手哈着气，一边说道：“团长，今晚还演吗？”“废话，马上开始。”虽然这人少的可怜，可是啊，这场演出的气氛却出奇的好。几乎所有的演员都是哼着小曲儿卸妆拆台的，但是住宿的问题却让他们开始头疼起来。这个剧院呢，不知道已经荒废多久了，唯一的一个房间是在2楼。他们白天去看过，里面什么也没有，只有一张破旧的木床，上面铺着厚厚的棉絮，那些棉絮由于长时间没人睡，已经成稀巴烂了。而且房间呢，还有一种腐烂的让人想吐的气味。但是有床睡总比打地铺好吧。这种腐烂的味道在这个时候却不能让人拒绝。这经过再三考虑，他们还是决定把这个优厚的待遇让给娟子夫妇。因为娟子已经有了身孕了，也算是团里的重点保护对象。他们颤巍巍走在楼梯上，楼梯已经非常不牢固了，随着他们的脚步吱呀的晃悠着，好像啊随时都会断裂一样。同事们调戏声呢从刘洋的身后传来：“刘洋，晚上可以睡个好觉了，可别弄出什么声音来呀！”“去你的！”刘洋回头瞪了他们一眼，随即呢便推开房间，顿时那股腐烂的味道扑面而来。娟子不禁捂着嘴弯下身子：“娟，你没事吧？”娟子摇摇头，胃里一阵翻滚，这气味实在是想让他吐，甚至有些窒息。由于赶场太累了，刘洋躺下就睡着了，可娟子怎么也睡不着，除了那种恶心的气味，还有某种说不出来的东西让他感到恐惧。他不禁往刘洋的身子边靠了靠，迷迷糊糊中，娟子的耳边传来一阵微弱的声音：“背靠背，背靠背。”娟子猛地睁开眼睛，四周一片漆黑，可这个声音仍在不断地重复着：“背靠背，真舒服。”一声比一声凄凉。娟子只觉得全身的神经都绷成一块了。这不是丈夫的声音，一定不是。娟子想，这个房间不止他们夫妻2个人。这个声音呢，和他们在同一个房间里。这个念头令他不寒而栗。他摇了摇头：“刘洋，你听，有人在说话。”刘洋动了一下身体，听了一下：“没有啊，别乱想，睡吧。”说完呢，又倒头睡了。可是娟子却真的听到这个声音了。她不知道这个声音是来自哪里，
但一定在这个房间里。背靠背真舒服，背靠背真舒服。那个微弱凄凉的声音又传来了，仿佛是一个幽灵来自无底深渊。娟子猛地摇醒刘洋，声音带着哭腔说道：刘洋，你起来，你听啊，真的有个声音在说话，真的。刘洋翻身坐了起来，他想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娟子呢，不是一个胡思乱想的人，肯定有事儿。他听了半晌，可是仍然没有听到任何声音。他想，娟子是不是身体太虚了才会这样？突然，那个声音传来了，带着凄凉，带着空洞，在寂静的夜里显得特别的刺耳，一声接着一声。背靠背，背靠背，背靠背。刘洋只觉得全身的汗毛都竖起来了，他拉起娟子就往楼下跑。他们的举动呢，惊醒了所有人。你们搞什么呢？三更半夜的。楼上的房间有问题，里面有声音。刘洋呢，仍然是惊魂未定，声音颤抖得非常厉害。再看娟子，她一脸的煞白，全身汗水，她只是死命的抓着刘洋的手。闹鬼？怎么可能？我活了一大把年纪，从来没遇上过这档子事儿。有床给你们睡还不懂享受，那我上去睡了。老陈呢，一蹦从被窝里钻出来。老陈，别，真的不要上去，我没骗你，真的有人在说话。是怕什么？我也就这一把老骨头了，还真想看看这鬼魂是什么。说完呢，他真的向楼上走去了。老陈是一个年过60的老人，他不演出，只负责烧饭的事情。闹鬼对他来说呢，简直是无稽之谈。他嘲笑着摇了摇头。可是呢，一进房间，一种异样的感觉就不由自主地向他扑来。他不禁一颤，说不出的感觉，可是啊，他仍然不相信。于是呢，就合衣躺下来。睡梦中，一个哀怨凄凉的声音传出来了：背靠背真舒服。他屏住呼吸，仔细地听着。确实有个声音，而且这个声音是那么的苍凉，直凉到他的骨髓。他定神扫了一下房间的每个角落，什么也没有。听听，仿佛是来自床底的。于是呢，他壮着胆子从床上爬了起来，趴在地上往床底下看去。仍然没有东西。蓦地，他忽然发现这个床板，在床板上钉着一个人，一个死人，一个接近腐烂的人被钉成十字架。背靠背真舒服。老陈的双眼呈死鱼形，忽然他发出一种野兽般的哀嚎，不！所有人呢都冲了上去，团长一把把他拉了下来。瘫倒在地的老陈呢，只是机械的重复着：我什么也没看见，我从来就没看到，我希望我什么也看不到。而与此同时呢，他的双手正向那双几乎要爆出眼眶的眼睛挖去。那双眼睛啊，已经没有血可以流了，因为血管早在那瞬间就爆裂了，只是那稠稠的液体，白色的，慢慢的往下流，如同脑浆。好了，这就是我为你讲的午夜惊魂。今天呢，给你讲的叫做消失的楼层。那一天呢，是我小学5年级上学期临近期末的时候。数学老师为了保证学生们呢都能完成作业，所以就要求我们必须把作业交了才能放学。那点数学题啊，是根本难不住我的。
但那天不知道是不是太粗心大意了，还是急着赶紧放学去跟同学踢球，心不在焉的居然写错了好几道题。这本来就嫌我马虎的数学老师就说了我几句，刚好啊，在一旁的语文老师也打趣我。这两个老师当着班里还有一半在写作业的同学这么说我自然是脸上挂不住的，于是放下狠话，说要把语文和数学作业工工整整、仔仔细细的全部重新写一遍，看他俩还能不能笑话我。我就在老师和同学的欢笑声中啊，给自己挖了个大坑。既然是自己挖的坑，自然呢也只能自己填了。我吭哧吭哧的一笔一笔的把当天的语文数学作业重新写了一遍，正心头满足的一抬头，却发现呢这班里只剩下零星的4、5个同学了。我一看表，心说糟了，已经4点半了。一般呢我们这里留在学校里踢球的同学最晚呢也就踢到5点半，那时候天就有些黑了。我心里有些不痛快，赶紧抓起作业本就往楼上冲。这里说明一下我们小学教学楼的内部结构，这是一个回字形的建筑。我是5年级1班，自然是在左上角靠近楼梯那间教室了。5年级的数学老师的办公室却在6楼的左上角，而6楼呢，因为是老师的办公室所在，我们一般很少上去的，对上面的情况呢不是很了解。我记得这6楼的几间教室不是空着的，就是分给了几个兴趣班在使用，记得呀不是十分牢靠了。不过我小学的数学老师钱老师在6楼的左上角办公室里，我还记得很清楚。话说这我写完了作业，3步并2步从5楼左上角的楼梯向老师的办公室进发。那是一个很普通的带转角的2段式楼梯。我很快到了6楼，把作业呢交给了钱老师。不知那天钱老师是不是心情太好了，还是看我那天太靓仔了，居然很有闲情的一页一页的看我写的作业，时不时的还和对面的办公桌上的老师点评几句，这可把我急坏了。那个时候呢，每天放学踢球是我仅有的娱乐了，真恨不得跪地求着老师赶紧放我走吧。终于在4点45分左右，钱老师放我学了。我急忙顺着旁边的楼梯往下跑，然而一种从未体验过的异样感突然闯进了我的大脑。我停在2段楼梯的转角处，在那个瞬间，我似乎忘记了一切别的事情，只觉得有什么事情不正常，但具体是什么我说不上来了。我本能的想往上爬，回到6楼的教师办公室，也许见到熟悉的人，这种异样感会消失。但是我看着空无一人的楼梯口，却觉得6楼的楼梯口是那么的陌生，那么的诡异，离我又那么的遥远。那再熟悉不过的楼梯口，却好像被什么东西蒙上了一样，我好像永远也上不去了。我把视线呢转向下楼梯那段，异常感应变得更加强烈了，以至于我现在坐在这里跟大家讲这段的时候，我都忍不住一阵阵说不上来的异样感从心底迸发出来，带起来一层层的鸡皮疙瘩。当天的我呢，扶着扶手，一步一步的探着，慢慢从楼梯上走下来。我在害怕些什么呢？我现在已经完全回忆不起来了。那是我朝夕相处的学校啊，我对这里的一砖一瓦都熟悉得很。但是那时的我却不由自主的小心起来，生怕引起谁的不必要的注意。我顺着楼梯溜了下来，然而令我感到诧异的是，本应该还有几个同学留在教室里写作业，乃至整栋楼却有些安静的过分了，什么声音都没有，是真正意义上的
什么声音都没有。我当时所处的地方呢，就是在楼梯旁边，左手边本应该是上下水轰响的厕所，却一点声音都没有。本应该是人声吵闹的教室里呢，什么声音都没有，甚至连南墙吹进来的风声、鸟叫声、车子的喇叭声，对了，还有同学在操场踢足球的声音都没有。我感到站立，却也不能一直待在那里。我走到5层的老师办公室，拉了拉门把手，锁上了，轻轻地敲了几下，手指敲在玻璃上，发出沉闷的声音，没人应声。我透过门上的玻璃窗往里面看，里面的灯呢是没有开的，黑乎乎的一团，什么也看不清楚。看来语文老师啊早就走了。我往教室走了几步，侧身看了看教室，大门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关上了。我出门交作业的时候不可能关上门呢，留在教室里写作业的同学也不可能走了，他们还没有去钱老师那里交作业呢，门怎么会关上呢？我抬头一看，恍然大悟。我说这门怎么关上了？这里不是我的教室，门牌上分明写着4-1班。谜团解开了，这里呢原来不是我的教室，我说怎么感觉不太对劲呢？就在我试图说服自己这份诧异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这个解释有一个巨大的漏洞，那就是我是怎么只在下了1层楼梯的情况下，就从6楼到了4楼的？5楼呢？5楼去哪儿了？我觉得自己有些要发疯了。我呆呆地看着楼梯，多少有些恐惧。但是呢，回身看了看一片死寂的4楼，尤其是已经陷入黑暗的3班和4班教室，突然一种巨大的恐惧袭来，驱使着我呀3步并作2步，用最快的速度爬上这层楼的楼梯。我又来到了楼梯口，这回肯定是在5楼了，因为我看得明明白白，对面的教室牌子上写着5-3班。我的右手边呢就是我的教室，里面应该还有4-5个同学在做作业，2班呢应该还有些数量的同学，我应该呢不是这一层唯一的活物了。我深吸了一口气，闪身离开楼梯，却愕然地发现我们班的大门也紧闭着，里面同样是鸦雀无声。每个班的前后门上呢都有一个老师用来观察的玻璃窗，我虽然踮起脚能勉强看见，但是我们班前面的窗子却被老师用布给遮住了。我感到惊奇，只好学着电影里面看到特工潜入的时候的样子，弓着腰，这脚呢跟着地，尽量不发出一丝一毫的声音。我成功来到我们班的后门，我踮起脚往里面看去，只见班里面呢坐满了同学，我只能看到每个人的后脑勺。然而啊，这些人呢我都不认识，因为连我自己的座位上都坐着一个人。我看不到他们的样子，只觉得他们呢像是画画用的那种木偶，顶着一头密密麻麻的头发，一层又一层的头发，就连那个站在那里似乎是老实人的身影都有些走样。然而呢，我也只能看到他的后脑勺和一头长长的头发。我惊得已经忘记自己的处境了，几乎叫出声来。这教室里的学生和老师啊，似乎都注意到我的存在了。他们呢，头整齐一致，却又过分缓慢地向我这边转了过来。我害怕的呀，都叫不出声来了，急忙把自己的身子贴在墙上。我很好奇，这教室里面究竟是什么？
然而我也庆幸没看到他们的脸。这突如其来的恐惧让我不再害怕黑暗，我捂着嘴冲向右下角的楼梯，下了一层14楼。就在那里，我遇见2个一直跟我一起踢球的同学，班长和一个女孩子。一看到他们，我立刻就缓过来了，尤其是有他在场，我可不想显得自己胆小。你好慢呐，一个一起踢球的同学说道。哎呀，作业要写漂亮点，自然要花点时间了。我喘着粗气，故作镇定。你怎么跑了一身的汗呢？另一个一起踢球的同学发现了异常，这一身汗呢，一半是不要命撒欢似的跑的，另一半是给吓的，估计被吓出来的要更多些。然而我是不会说的。这还不是为了快点下去找你们踢球吗？我嘴硬得很。教学楼里不能乱跑，班长一如既往的唠叨我。你怎么没带书包啊？不仅唠叨，关键是盯我盯得非常紧。一会儿踢完球再拿。我有些心虚。你们怎么也没走啊？再给李老师帮忙。女孩晃了晃抱在胸前的作文纸。这后来回想起来，那天我究竟遇到了什么？陌生的楼梯口，从6楼直接下到了4楼，4级的教室，诡异的学生，那密密麻麻的头发下面又是什么样的面孔呢？我不知道，这么多年了，这件事一直无比鲜活的记忆在我的脑海深处，并伴随着每一个诡异的故事重新浮现在我的眼前。我遭遇的到底是什么呢？